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，欢迎；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吴磊老师，欢迎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，了解一下。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13年了，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大的蛮多的，但我觉得我们能走在一起是一种缘分。结婚前，他承诺会把我当作掌上明珠一样宠爱，但自从有了2个女儿之后，我们俩的距离好像就拉远了。他呢总是让我把她当成小公主一样的宠爱，可她毕竟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不应该再这么幼稚下去了。在他的心里，那女儿啊、工作啊都比我重要。我的地位好像是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爱人，一下子就变成了家里的保姆。他现在不仅和女儿们争风吃醋，就连我出去忙工作，他也觉得我忽略他了，每天就因为一些小事和我闹，那我真的很累。他毕竟也是快40岁的人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成熟一些呢？掌声有请这对夫妇，有请。周先生47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曾女士38岁，来自湖南个体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身上的担子都不轻，是吧？有个2000斤啊，加个大公主，是累吗？累并快乐着。累并快乐。大公主哈，万千宠爱在一身，是吧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，我感觉。哦，现在不是了哈。对，这是结婚了13年啊。开始认识的时候到结婚，然后到生大宝贝，我觉得都还算不错。到了小宝贝这里之后，我觉得我就真的是变成一保姆了。啊，怎么有了2宝，您的地位就变了呢？因为他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了，以前对我的所有的好，全都烟消云散了。哦，爹跟女儿亲，对吧？是的，对你也很亲呐。对你也很亲嘛。只是你这种感觉是这样，好像就变了，在我的心里面，我觉得没有变。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呀。啊，他做了些什么，就让你有这么深的感觉？说，哎呦，他们俩夺走了我的爱人。就拿出差来说，好吧，以前他都是电话跟我嘘寒问暖的，但是出差都是每次我打电话过去问他，然后他从来没有主动打过1次电话。每一天他会来1通电话或1个微信，但主要目的不是为我。他说发一下妹妹的照片给我，快12点钟了，你赶紧发过来，要不然就到明天了。这个还是妹妹，每一次都是妹妹，妹妹就是我们的小宝贝。哦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我是想，妹妹每天拍张照片的话，做本这个纪念性的册子。但不是说没有你，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拍了很多，只是没有这个连续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计划做一个每天都认的这个册子。可能是你这种感觉，有了这个小妹妹之后，我问她要这个照片，但我确实没有说出来，说啊你也发张照片给我。我记得嫁给你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，现在我觉得慢慢变老了。你既然对妹妹都是想做一本册子，记录她的每一天，那我呢？我慢慢的变老之后，你要记录我从年轻到老的每一天啊！我也想做本册子，为什么你给他，我没有呢？你这册子也会做啊，只是没有每天都连续起来而已。我觉得这样子对我很不公平。你先认识我的，后面才有的妹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觉得你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妈，应该比原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事情多了，第二个你也变得更加成熟，不要跟小宝宝们争风吃醋。我心里确实没有说你变老了，或者说什么其他想法，这都是你自己这么去臆想出来的。我没有争风吃醋，我只是说让你把以前的那种感觉
延续到现在，哪怕是多一点点而已。就是他除了这个对家里面的二女儿比较上心之外，其实做个相册嘛，每天当爹的要个照片嘛，尤其出去的时候想嘛。他还做了什么让你感觉那么强烈？我出差也是。啊。他对我不闻不问的，包括我下班比较晚回来，就拿那天那件事情，我觉得挺伤心的，到现在还挺伤心。就是晚上大概11点多钟，那天风雨交加的，我每天都是顺风车回去。啊。那当天我就打电话，11点多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我要回来了，今天下好大雨啊。我是提示他，但是他没反应，后面他就说哦，小心点，挂了电话了。我觉得很伤心，然后我又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我可能会怎么样？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因为我是对你绝对的这个自信，因为我跟你在这么久的话，你的这种处理能力、应变能力比一般女孩子要强，我是对你绝对放心。因为你事情不要什么事情往这个负面的方面去想。再应变能力强的话，我也是一个女人啊。在这种晚上回去，我也会有点害怕呀。害怕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市区，我认为人很多。我插一句啊，咱们不说这个了。我问几个问题，就此事儿我问3个问题，好不好？第一个问题，您为什么不直白的跟他说，老公，我今天挺希望你来接我的，风雨交加。我是想让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。好，自己认识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还是问一下这个妈妈哈。大女儿多大？10岁。二女儿多大？6岁。家里面还有老人跟你们一起住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如果先生去接了你，那俩娃咋办？他可以带着宝贝一起来接我呀。夜里11点多，带一10岁的宝宝睡得正酣，再带一6岁的宝宝。没有，那个小孩基本上跟着他，他不睡，宝贝也不睡的。哦，行，那我接着问先生啊。其实我听明白了，您所有的解释都是也听懂了妻子的话。你也知道人家要接你嘛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诡辩说什么你应变能力强。听明白了，为什么不去接？因为考虑到市区，你也不知道哪里停车。我去接的话，也不能够马上赶到现场，也不能来得及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这些都是为自己辩护。再说的话，还有手机上有这个动态的这个公侦，实际上我问您为什么不去接？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。关心一下嘛，确实他在玩朋友圈，他当时在，因为我想到你应该独立更成熟，就没想到这事儿啊，让他独立成熟。你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呢？在路上你可以打几个电话给我，让我心里安心一点啊。后来我还是给你打了电话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说差不多到家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这个过程我还是在他心上的。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让我很难接受。当天晚上我就很难过，我都没有理他。就那个夜里是觉得自己被忽视或者叫忽略了，对吧？还有什么让您觉得不舒服呢？很多次，我其实为了他，我们2个人在一起之前是一起创业的啊。平时我们设计的产品是找别的设计师设计的，他每一天晚上都会很晚，然后设计出来的产品呢，在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改的很多很多。那我看他这个很辛苦，我不是这个专业，我对什么立体的形状一点都不懂。那我在网上我自学了一个3D 软件，就是本着对他这种深爱吧。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没有日没夜的在那里自学，然后我们所有的那些产品都是揽到自己身上来设计，然后每一天晚上都是很晚很晚睡觉。刚开始他还觉得，哎，挺不好意思的，陪着我，你辛苦了，倒杯水怎么样？后面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早点休息啊，然后他就去睡觉去了，没2分钟，呼声就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确实熬不了夜，一般到了11点钟就会想着睡觉。但是为什么到了后面的时候，就有这种不耐烦出现了呢？这个可能当时由于我的这个工作的一点压力吧，投射到你身上吧，这个确实是我当时没在意，但是我的心一定是没有那种责怪的意思，这个可能应该是误会。你曾经对我说过，哎呀，你是我手心里面的宝。那有了大宝之后，你就说我是大宝，他是小宝。有了小宝之后，我还是大宝，大宝变成2宝，2宝就变成小宝了。我们家3个宝，你说都是你最爱的。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爱体现在哪里。我觉得从大宝变成了宝，也是有个宝叫保姆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个大宝应该自我磨砺，让这个宝贝自己更加璀璨夺目。那个他对你怎么样？咱不说大宝和2宝那点事儿，
以前好，现在不好。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吧。今年的国庆节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13周年。那时候他出差了，到国外去了。基本上就是跟人家去聊聊天，这样子。再问啊，家里谁管钱？我管。哦，您管钱。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，夫妻双方有冲突吗？意见能够达成一致吗？有冲突。什么样的？很难达成一致。啊。就像小孩子玩手机啊。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对他不好，只要孩子一说，他就马上给。我觉得这个对他的眼睛很不好。我认为小孩子童年的时候玩一玩是很正常，不给他手机玩，他也会玩别的。小孩子这种视力、这个免疫力和这种东西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坏。那你认为他坏了之后再让他好吗？未尝不可啊，我们去所以你说这种观念，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在孩子面前现在没有权威性，有时候我说他几句，他就跑到爸爸那边去了。根本就不会。本来做母亲的就是母慈父严，你做母亲的不一定要有很多的威严，对不对？因为做母亲的属于坤，我属于乾，乾坤。我对孩子，我声音如果高了一点点，他还不开心，认为我把他的小宝贝给怎么地了，好像我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后妈什么的了，然后跟我去吵，当着孩子的面就当着为父，我觉得这点是很过分的，就是爸爸太宠爱了。就是爸爸有点溺爱，是这意思吧？所以对孩子的这个教育观念上面，妈妈觉得爸爸过于的溺爱，爸爸觉得并没有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是。我还是问问妻子啊，您今天来要干嘛？就是你想达到一什么目的？你觉得 OK 了？我是希望他很多方面能改，我觉得他应该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对我，至少是温柔一点。
不要那种语气啊、态度变化。您是觉得您在您先生这个眼里已经没有吸引力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完全没有了。你完全多想了，我觉得你很年轻了，跟原来一样的。你现在这样说，你可以翻翻他朋友圈，没有一张我的照片。但是拍了很多，只是没有发表出来。没有，全部都是发的小孩子的。行，一开始听着觉得有点矫情啊，有点文艺哈，就是特别像您小片里面说那个，哎，他到这个岁数怎么是这样？后来听来听去，我觉得这倒也是个好事，就是对于一对夫妻来说，不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而要忽视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，妻子更关注的是跟丈夫的关系，有要求，感性的表达又得不到一个伸张。所以心里挺憋屈的啊！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是什么？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周老师啊，我跟你的感受一样，赵川在他们出来甚至没出来之前，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设定，我觉得哎呀，一看就是女的太矫情了，都这岁数了，俩姑娘了，这干啥呢？还这样？但是细细听他们说来之后，我觉得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逆转。事实上，我觉得不是女性的少女心在百转千回、辗转反侧，而是夫妻俩的生活当中，还是那些摩擦，让他们之间的情感出了一些问题啊。先生，我想跟你说几句。通过这一段的交流，我觉得妻子做了很多的改变。她从一个小公主，变得洗手做羹汤，为全家人做饭，学会了包饺子、做面条。其实这个转变在你来说，你可能觉得天下的妻子都是一样的，难道你有了孩子不该做这些吗？我想说的是，不一定。我不会包饺子，我也不会做面条，而且我坚决不下厨。不是说我不愿意下厨，是真的我弄不好。我试过几次以后，我放弃了，因为我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。我妈说你还是出去吧。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，去做这一切，今天说起来风轻云淡，但学起来这个过程很痛苦、很漫长，而且很枯燥。不是说我从小就会，我长大理所当然的我就做给你吃，而是他做了母亲和妻子之后，一点一点在学，挺难的。另外，赵川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她是不是全职妈妈、全职太太？她不是，她在和你一起工作，完了之后还要照顾家。我真的可以想象一个内心充满了文艺情节，在13年的结婚纪念日，要写一首诗，还不愿意一下拿给你看，放在朋友圈里，通过这种细腻缜密的心思，希望你不经意的看到，然后你们之间心领神会。我就想，这样一个女性，她其实承受了很多。她没有因为这些小心思就固化在那个小公主的梦里，什么都不做，每一天等着老公来给她做饭，等着她来照顾自己的情绪。没有，我觉得她在很努力的学习，非常努力的适应各种角色，在不同的阶段。但是你也要允许我们别放下内心的那个小公主的梦。就这么混乱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，给我们保留一点点小文艺和小清新。远方太远，就让诗意留在现在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周群老师啊。周群老师说的特别精彩啊，我很同意啊。但是我的视角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啊。那个曾女士啊，其实事实上，不是因为你老了，是你老公老了。你老公变成了你的父亲那样的人，很简单一个道理。你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很宠你母亲的。后来为什么把你当宝贝？同样把我母亲也是，在外人眼里看起来，他对你也很好，就好像你看着你父亲对你母亲一样。但你母亲有没有抱怨过？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抱怨过？你以前说过一辈子把我当宝贝的，为什么你现在对我女儿那么好？一个男人在慢慢的变老，在变老的过程中，他的愉悦感在发生一些变化。他不是说对你不好，当然我很同意周群老师说的啊，你确实对他的关注在减少。那关注在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。你看他宠你和宠女儿一脉相承，当年怎么宠你的，现在就是怎么宠女儿的。你说你对女儿不要那么宠，但是你反过来说你要对我那么宠，
一个男人在慢慢的变老，他对于更小的小公主会产生一个更强烈的宠溺的感受。我真心觉得你老公对你应该算是相当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时至今日，你站在这儿还可以以一个允许你做梦的姿态出现，我觉得这是不错的。当然他有他的问题，就你现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，更多的工作，他反而把对你的关切慢慢的转移掉了，这当然是他的问题。但我觉得你到今天，你突然之间发现好像我的宠爱少了，正说明这10几年来他对你的宠爱一直都没有变少，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变少。家里面有一个公主，就要给一个公主营造一个梦；家里面有3个公主，就要给3个公主营造3个梦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大的。所以我给曾女士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正视现实，正视一个人是会老的，正视一个宠爱的对象是会迭代的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父母把我们当成宝贝，我们长大了之后，我们把父母当成宝贝。对于丈夫，对于孩子，到最后都是这样。谢谢大家。2位好啊！刚才听2位老师说完，再听完你们的故事，我觉得我活得太不像女人了。邹女士，我跟您可能完全是2个路数的这样的2种类型的女人。就我整场听下来，我都就是有一点是我特别肯定的，就是你们依然13年把夫妻关系放在你们整个家庭生活关系当中的第1位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。你们的孩子每天生活在爸爸妈妈浓浓的爱意当中，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是非常好的。但是这个爱它也是有变化的呀。就如果你要求他始终如一，一直像当初热恋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这事儿也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您表达的这种主要的诉求，包括跟女儿争宠啊，我觉得您需要什么呢？就是给您泼点冷水，就是4个字儿：认清现实。第一个认清现实的是什么？女儿是什么呀？女儿是血亲吧？您是姻亲，您以姻亲跟血亲去比，有抗衡的能力吗？所以他疼女儿不应该的嘛。而且那是你们俩的女儿啊，你也不是后妈呀，对不对？这第一个认清现实。第2个认清现实是什么？男人和女人就是来自2个星球的生物，男人的思维它永远是一条直线。就你希望他明白的一些什么事情，尤其到男人越老了之后，你要越明明白白告诉他。就像让他看朋友圈，你还给他设定时间5分钟，那他那5分钟你连手机都没看，他怎么可能看你朋友圈呢？所以你就直接告诉他，就说你就是忘了结婚纪念日了，我现在就是不高兴了，情绪表达出来，发泄出来，你要让他自己琢磨的情绪，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堵，自己给自己找气儿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话你直接跟他说，比绕着弯让他自己去感受，效果更好。然后你自己可能还没那么生气，因为这个事儿马上就解决了。你想，你这一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，这一天你都在生气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啊，你刚才一直说，你说你觉得变成了家里的保姆，你难道不是家里的女主人吗？你为什么会以保姆的心态自居呢？你不觉得你是家里的女主人吗？这个家是你说了算的呀，财务归你管，对吧？老公疼爱你，有2个可爱的女儿，你在做任何家务事的时候，不是一种享受的心态吗？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心态，我不理解。就如果我说我在做这个家务，我可以不做，我可以选择不做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干了。但是我在干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愿意的，我并不觉得我擦地、洗衣、做饭、带孩子是保姆干的事儿。我觉得这是妻子和妈妈做的事儿，我觉得这是女主人该干的事儿。这就是我对于您刚才讲所有你们2个人之间故事的一个理解。当然，你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，但我只是表达出我这一类女人对待这样事情的一个看法和态度，好吧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邵大老师。首先承认你们俩其实是很幸福的，你的丈夫也很有责任，也爱孩子。但是你们的故事让我想起2句话，2句老话。一句话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
还有一句话是撒娇的女人最好命。事实上你会发现人有一种本能和惯性，就是那个特别懂事听话的，特别做家务的，往往他的角色容易被事物化，被工具化。就是人在审美的过程当中对对象的这种态度，往往会因为谁更容易引起你关注，谁更任劳任怨更事物化而有所区别。在生活当中不太倾诉的，不太撒娇的，往往容易被忽视，而那些弱小的、爱哭的、爱撒娇的，往往总引起人关注。如果要说变化，可能这方面就是变化，总是会去疼爱那个小的，能够引起你关注。所以很多女人抱怨说，我做家务做多了，不是更多的引起了男人的重视，反而是让他们更加忽视。但相反，有些女人她也做家务，但她总是喜欢在男人面前唠叨唠叨、撒撒娇、抱怨抱怨，反而能够激起男人对她的一种怜爱之心。反过来的话，女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。你看那些在家里从早到晚接孩子、做饭、买菜都做的男人，往往女人习惯了会觉得，哎，老公是不错，但好像他就是一块不太生动的一块石头，引不起你太大的兴趣，因为在你看来它是空泛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越来越会发现，我们真正应该去关注的，往往是那些在生活当中付出很多，但看上去不是那么生动的、任劳任怨的奉献的人。你说呢？你喜欢孩子是因为孩子小，你在宠他的过程当中，你能够感受到一种价值。但事实上，你让女儿经常这样看手机，无限度的宠爱，其实这种宠爱满足了你内心的那种价值，但事实上这种宠爱对彼此都没有好处，明白吗？对，谢谢。行，就这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这事儿今天那劝架方式特别好。周老师先说嘛，说这个嘛，陆琪老师说这个嘛，沙娜老师换一个角度嘛，那涂老师从人性的角度再说一下嘛。这劝架的方式特好，反正该说的都说。那我就其实提一个问题，现实是什么？我感觉现实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要有一些浪漫。这是你的要求。我看到的现实是，你们幸福，因为有2个闺女儿，公司显然做的还不错，否则也没这闲心。如果生活的压力特别大，你根本没有这个闲心。所以浪漫主义情怀要有，你得让他意识到。比如说今天按老师的说法，你就算发出了最强的呐喊，听见呐喊没有？听见了。哎，我相信这也不用教啊，47岁了，以你们生活13年的经历来看，包括从孩子的岁数来推一下，其实您哄妻子的手段是很多的啊。虽然这个按陆琪老师说的话，年龄大了一点儿。精力确实下降了一些，把过去那些小手段拿出来用用嘛。我觉得事儿不大，不就要这个吗？对吧？给，能给不？能给。哎，你肯定行。但是我觉得年龄大，有没有觉得精力衰退？啊，我也很年轻。呀，是。那您就那个精力旺盛，喷薄而出一下，对吧？行了吧？啊，挺好。不要像在外人面前一样的，在这里是这样说的，回去又一会儿又变回原来样子了。记住啊，多向孩子学习，看看你的老大是怎么平衡他跟妹妹的关系，看看你的老二是怎么跟老大和你博弈和斗争，抢夺父亲的爱的。你学学可能对你有帮助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结婚13年来了，我觉得我自己一直付出的很多，对孩子也是非常负责任，对你的爱更加是，我觉得是倾尽了我所有。我希望你能够多爱我一些，好好对我一下。
我其实这么多年来，自己觉得对你的爱没有变过，更不存在说这个减弱，应该是更加深沉，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了。我也依然当时说的，你是我手心里的宝贝明珠。一句俗话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好了，谢谢两位的分享啊，来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下载金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金鱼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，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？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还要当姑姑吗？还是要的。让他当吧，一直让他当。啊，好。好了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最后这一抱理解你心里的苦涩了啊！标准的哄娃睡的节奏，那手就是这样，我在后台看特清楚。习惯了，这是夫人啊。好的，谢谢两位，点回。谢谢老师。可以看得出来，男嘉宾走的时候其实并不轻松啊，因为生活等待他还有3000斤需要他照顾呢。3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的精心呵护，怎么分配他的精力，咱也不知道。希望他们过得幸福吧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当初为了他，我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坚持留在了他的城市。我本以为他能让我依靠，让我适应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但是他的懒惰和不作为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他总是拿为我留在济南的事情道德绑架我，逼我做很多事。我做了呢，他又挑3拣4，他这样真的让我很累。他不仅在生活上不能很好的照顾我，就连在处理我和他父母的关系上也从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还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2岁，来自山东，公司职员；女嘉宾小徐23岁，来自山东，兼职模特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紧张吗？还好啊。听了半天没什么大事儿嘛，就是因为我们2个人刚毕业嘛，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还好，就是现在毕了业之后嘛，然后就面临了一些我们之前在学校里没有面临过的问题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之间的矛盾也产生了一些。现在什么矛盾呢？就是他有好多事情他都没法给我安全感。在学校里的时候，你可能没觉着有什么，但是你一踏到社会上，就发现说，这个男孩子他太像一个男孩子了，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你的依靠。我这就不懂了，什么叫男孩子太像一个男孩子了？你是说他小不够男人，还是说不够男人？哦，不够男人哈。对，没有担当。你们学校是校友？对，大学同学。同班同学吗？也不是同班，同系的。你追的他吧？应该。对，在系里发现一个长得那么好看的女孩子，这我穷追不舍下嘛，然后就追到了她。哦，来吧，说说毕业了怎么就太男孩子了？毕业了之后，不就是因为要面临一个找工作嘛？啊，
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家里面就需要想要我在家里面那边发展。我是烟台的，他是济南的，其实隔得还是比较远的，就大概600多公里吧。然后山东的父母都比较传统嘛，都是想着要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身边待着，然后安安稳稳的多好呀。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，这个男孩子太爱我了，我也太爱他了，我一定要为他，我一定要去他的城市。哦，你要去济南？对，我也就因为恋爱冲昏了头脑吧，为他我想要来济南。他当时答应我说，宝宝相信我，一定会帮你找一份好工作。结果到现在他都没有给我找。你们毕业多久了？毕业到现在4个月了吧。答应给人找工作没找是吧？当时我答应他说，因为我们2个人都要找工作嘛，然后我说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找，我会尽力帮我们俩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。然后期间我给他也找过几份工作，但是他都不是很满意。可是他找的工作太不像样了。他口上答应我说给我找工作，但其实他就是随口一提。我不是气他找不到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，而是我气他说媳妇儿，我帮你想了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大概我做，但其实他没有做。态度不好哈。对，我气他没有做这件事，如果他做了但没做好，我不生气。行，找工作就说大话呗，小男生吹牛是吧？对。没有安全感，还有什么呀？再然后就是他做些事情太拖沓了，他就一直拖。比如呢？就比如说我催他减肥。不是，我解释一下，我现在这个样已经比我们俩当时刚认识的时候瘦了大概有30多斤了吧？都瘦了30多斤了。这都是拜他所赐，所以瘦下来的。对，咱基础体重大，对吧？对。可是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刚跟他谈恋爱，我就跟他一起走在路上。他就嫌别的那些小男孩看我，然后他就要盯回去，就盯死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们为什么看我媳妇儿？那我吃个醋还不行吗？然后他就每个人他都吃醋，我就在想，可能是因为他多少感觉有点自卑的事儿，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减肥，然后他也是口口声声答应我了。不是你们弄得胖子好像就没法在这世界上生存了。他就是针对我，他晚上老不让我吃饭，饿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不瘦了30多斤了吧？可是你没看见我不逼他的时候，他那天天晚上9点半点外卖点这么一堆，点完直接吃饭睡觉。那我不吃饭睡觉我饿呀。那你说你不胖谁胖呀？他就老这个样子，他每次都这么强势。不光减肥这个事情，就是我最近不是工作了吗？然后我在上班的时候，他让我给他查那个公交线路怎么走。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会儿，我在开会。我就晚给他发了一会儿，他就把我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。我哄了他好几天才哄好的。主持人都更别提这个事儿了。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？他当时让我帮他去他舅舅家送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他舅舅家在哪里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给我发一个位置呗。”我都告诉你那个地方该怎么去了。他告诉我你到广场门口坐98路，结果我一到广场门口傻眼了，9个站牌，我怎么找呀？不是9个站牌。这一眼一看不就知道哪个是分散的9个站牌，在马路这边、马路这边、马路南边，就看呗。但是找起来可费事了，他还不告诉我位置在哪。我告诉你了呀，我后来不是发给你，不就发晚了吗？那时候都1个小时之后了。所以很生气哈。对，那给我气的。还有啥呀？再就是他现在，我就觉得说他越来越不爱我了。本来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安全感，结果他现在他一上班就，媳妇儿。我忙，过会儿再给你打电话，或者媳妇儿，我在睡觉呢，你别吵我，就这样。就是我们俩吧，就是现在可能会有时差，因为我最近一直负责那个项目，它是个夜班，晚上的时候就比较忙，他就总是这个样子来找我，就特别强势，只要我一会儿不回他，他就会生气，我就要一个劲儿的哄他，要哄他好长时间才能哄好他。哎，你怕他吗？我打不过他呀。你是特怕他吧？啊！我看你说话都不利索。我这嘴就这样，我就他我也说不过他呀。啊。他给我备注是女魔头。啊，你们俩在一起谁强势？你吧？应该是我吧。啊，那不挺好吗？这么听话一男孩。
可就是觉得他，就是感觉说我想要找一个男孩子是那种，就是你能保护我的，所以我也找这么大一个体型的。啊。然后我就感觉他，感觉好像比我还小，还要我照顾他。哦，你都怎么照顾他了呀？就是我们2个毕业之后不是说找工作嘛，当时就一起干兼职。啊。他就今天干一干，明天不干了。但我就是，但凡我只要能接到工作，我就一定要出去干。然后他当时和他们的一个同学，当时在学校里面一块开小超市，结果这不就毕业了吗？毕业的话，那些货就全都黄了，然后他就亏本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媳妇儿，我亏本了，亏了8000多。”然后当时一听傻眼了，我刚还完房租，然后我还得给他打一些钱过去。我那段时间就突然出现了这个变故嘛，就那一段时间吧，就依靠了他一段时间也是。啊，我问女生啊，你来这儿干嘛呢？来这儿就是想要跟他过一辈子，因为他对我好。那就回去过去呗。那你说这些干嘛呀？就是因为其他有一些事情，他什么都不做，我就是想要让他就是有担当一点，可是他就是根本就理解不了。他现在反过来还说我说是我理解不了他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到底我们2个人在一起刚刚毕业刚生活，到底经历压力有多大。可能就是他父母也比较惯他，而且他在当地他没有什么压力，可是我有。就是为什么他在当地没压力，你有呢？因为他父母到现在还是想让他继续往上考学，可是我刚一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要面临着租房子的压力，他根本都理解不了。哦，那你们干嘛不好好踏踏实实考研吗？我就是之前家里还想说让我考嘛。你自己想不想？你们老是家里的。为了他嘛，他上济南来之后，我现在不也选择就早一点先出来工作了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是为了这个女生，所以放弃了你曾经想象的那条路，是这意思吧？女生是因为一段爱情放弃了你认为有可能在烟台的好的工作机会，是这意思吧？是，爸妈已经帮我找好了，然后我跟我爸妈，包括那边用人单位说我不去了，我要来济南。哦，你为这段爱情跟爸妈的关系也挺僵的吧？后悔吗？也还好吧，他父母对我很好。就是他连我跟他父母之间的问题都处理不好。啥意思？就是他当时是领我回他家，我就想着说，你既然打算跟这个男孩子一起过，那你就怎么样，你见面要正式一点嘛。然后他倒是有跟我说过，父母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，你们不用带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我想怎么说带点水果。然后结果我那天刚刚就说接完活动5点多，然后到我那里住的地方，然后再到他家，那时候就已经7点半了。然后结果当时我是想着说他过来接我，结果他就跟我说，后来不是出去接你了吗？可能是后来我坐过站了，我找不着地方。你不知道我路痴吗？我本来不也和你说，等你到了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出去接你吗？可是结果呢？那时候那都几点了？那时候那天还下雨。然后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第一次想要为一个男孩子，然后留到另一个城市，结果说我感觉好像是我在上杆子，我要去他家，然后他还这么对我。他怎么对你？我也没听明白啊。就是我就很重视这一份，就是说跟父母见面这件事啊。结果他对这件事一点都不重视，他甚至跟我说你什么东西都不用买。结果我跟他说不行，我得买。然后我们2个去了旁边超市买的，买回来之后那时候大概8点半了。我在那想，谁家的父母第一次看见别人家的小姑娘，可能是未来儿媳妇儿，去家里，然后结果就等到3个多小时呢。那是面对父母，第一印象特别重要，他都这样。你们俩准备结婚了？快了吧，再有1、2年就应该结婚了。双方父母都认同啦？还没有，我爸妈他们就怎么说，我们家就没有那种很胖的男孩子，然后就很胖的人都没有。我在最一开始就跟他说要让你瘦到180斤，他到现在都没有瘦到。你看他，我爸妈就一直觉得说，因为我父母都是学医的，他们就觉得说你应该在这个标准体重之内，如果你超过这个标准体重的话，你就可能会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一类的疾病。然后我父母就认为说，你这么一点的男孩子，你肯定很好捡。然后你如果连这一点自制力都没有的话，那你这个男孩就不优秀。我也是跟他这么说的，结果他到现在都没有做到。那他优秀还是不优秀？分哪一方面吧。哪方面优秀？
对我好这一方面很优秀。哪方面不优秀？在做事情上面。哦。我想让他知道自己到底哪一些地方就是一定要改。行，说说你哪儿不好吧？你哪儿应该改吧？我很娇娇。啊？就是很娇气。哦，娇气，还有呢？然后再就是，我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。任性呗。今天来干嘛？就是想让他意识到自己到底就是怎么样的。谁让他意识呢？他一23岁的人，不应该他自己意识吗？可是他不理解。哦，你是让老师帮他理解是吧？行吧，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听你们刚才的故事，我突然想到了很多年前，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工厂里生活，工厂呢有一点像一个大杂院，到傍晚时分，很多人会出来在食堂吃饭，或者在家门口人来人往，会聊一些闲话和八卦。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大人们说的一个故事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说有一个男的对一个车间的班花一样的女生非常好，然后这个女生呢和我们这位漂亮的姑娘一样，你刚刚形容自己是娇气，我觉得这个词还不是特别准，应该叫骄纵，恃宠而骄嘛。当年那个班花也是这样，非常的得意，然后指使这个男孩，我们能看到帮他打开水、打饭，然后洗衣服，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在忙碌，然后周边的人呢也都在议论这个事儿。突然有一天，应该是过了几年之后，话锋一转，就是这个被宠成公主一样的人，突然有一天。他到了午夜的12点，水晶鞋被脱下来，就是这个男的醒悟了，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反过来像宠王子一样对这个男孩好。他突然之间发现，原来我的世界不仅仅是只是付出，我也可以得到很多。就这个事儿给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说原本一个被捧在手心里的人，这个人一撒手之后，其实你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听到大人们所有的议论全都是你看看他作吧，你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，就是这个生活反差这么大，就让我们意想不到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人的感情是会变的。我那个时候很小，我还理解不到这个深层次的意义。我就会发现，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，不是永远的，不是一直可以付出的。他突然发现自己也可以享受的时候，然后他就退回去了。我为什么今天听你们的故事会想到很多很多年前的这个事儿呢？是因为我觉得太类似了，就是很多女孩会在爱情里，会在这种年轻的热烈的爱中迷失自我，恃宠而骄，但是他不知道这种爱不是源源不断的，不是像爸爸妈妈给自己的爱那样可以永远去索取而不需要回报的。所以我在想，我看到这个男生好像在这个女孩面前很拘谨，没有放开，但我想如果有一天他成熟了，成长了，他在事业上得到更多人认可的时候，他可能不再会像从前那样。我不知道如果到那个时间，是不是你们的情感还像现在这样，我想打个问号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是想起了这一段故事，仅供你们参考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周老师啊。你们两个人之间啊，它不是存在问题，问题我们可以给你解决。你是发现了他一个缺陷，他的缺陷我们没办法，你靠我们说几句话，他就把他那个缺陷给填补了，你找他妈都没办法，对吧？那说两个关键词啊，对现在刚刚毕业谈恋爱的年轻人说两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叫负责。经常听人说，你看我爱上你了，我放弃那么多，所以你要为我负责。什么是负责？就像你一样，你看我为了你，我不回老家了，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，好像是我放弃了我本来应该有的人生，所以我把我的人生交给了你，所以你要对我的人生负责。这是负责吗？你爱上了他，他爱上了你，他要负责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，他要负责的是对你的心，但是他应该对你的人生负责吗？
我认为任何人不管什么关系，不管是父母也好，情侣也好，任何人都是别人人生的一个辅助，不可能有人说我完全负责你的人生，这是第一个关键词。第二个关键词叫什么？叫代。你在选择人生的时候，你选择了爱情 ，OK 的，没问题。你放弃了自己的舒适圈也是 OK 的，但是你要付出代价，不能因为你要付出代价，所以他就必须要补偿你的代价。他当然是应该在感情上面补偿你一些，但是你说我完全交给你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包括你也是一样，忽悠人，告诉他啊我能帮你解决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的代价是什么？今天被他拖到这儿来，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就这两个词你们弄清楚，我觉得这一课你就没白上。既然付出了代价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应该把这段感情给经营好，不要让自己的代价白白的付出，这才是对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二位好啊，女生，你说了几点？第一个核心就是说找工作这件事儿。说当初你答应你给我找工作的，首先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去答应他的这个条件。工作是你的未来，任何人帮你找或者说给你帮助，他们只是一个辅助作用，永远决定权在你的手上。人家说女生选择为一段爱情奔赴到另一个城市，这不是一种选择，这是一种能力问题。你决定要跟他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一刻起，你就要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资本，有没有这样的能力。而我选择来到你在的城市，不是为了你。我有一天离开你，我依然能够在这个城市立脚，我只是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，因为这个城市有你，而不是因为你来到了这个城市。你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？所以我们把它说大了，就是爱情永远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如果当你把它变成了你生活的主旋律的话，那你最后一定会为这个主旋律去买单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资本，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就不要茫然的去跟随一个男生留在这个城市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说爱上一个人，经常说我能爱你的一切，爱你的全部，这句话就是错的。我们怎么可能爱一个人的全部？我们一定只是爱上他的某一方面。但真正的爱情是什么？我发现你的缺点之后，我能够接纳，我能够忍受，能够包容。我不爱的那一部分，我可以忽略不计。但现在你不爱的那一部分，你非常计较，因为你觉得在这个即将步入下面这个人生阶段，开始工作了之后，男人的能力尤为重要，而他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弄明白要什么，你也一样弄明白要什么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从上场开始，这个男生没有称呼你一句媳妇儿，我就听到你在自己叫自己媳妇儿，你就从头到尾给自己盖了个章，我是他媳妇儿。这就是典型的以爱、以信任的名义绑架对方，告诉对方我是你的女人，而实际上是逃避自己面对生活的种种曲折。一个上司本来应该是他做的事情，他也不管下属接得住还是接不住，直接交给他，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我相信你一定行。他以为他接得住，结果没做好。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是上司逃避了自己这个任务的责任。你把自己盖章成他的女人，他的媳妇儿，留在济南，让他给你找工作，等等等等，这所有的一切，你觉得这真的都是爱吗？你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你才这样做吗？实际上是你想以他的媳妇儿的名义变得轻快起来，但他接不住，所以你根本不要想什么1-2年之后结婚的问题，你自己先想好你自己在济南生存下来的问题。你自己都没有学会自己跟自己对话，
自己跟自己做朋友，你都没学会承担自己，你那么急着嫁人干什么？对于男生来说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都没有到嫁人和娶人的年纪，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把自己的工作干好。你们还没有能力去为别人负责，先为自己负责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觉得老师说的有一点特别对，先为自己负责吧，先把日子过好吧。你们俩就是，反正从我的角度看，可能还真没到像成人一样谈恋爱的那个坎儿。好好想想啊，姑娘，你也好好想想，该考研究生是应该考的，就是如果曾经给自己规划了一条路，应该去完成这条路，剩下没啥好说的了。身体怎么样？身体还好。指标都正常。慢慢的这不减了肥，不也降下来了吗？啊，那接着来吧，对身体好就行啊。剩下你们自己来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突然好像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了，突然觉得好像是我确实对你太苛刻了，可能你理解不了我现在的压力，也可能说咱们两个的恋爱都太幼稚了吧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两个人能够一起变好的。我吧，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很累，然后希望有的时候你能多听我说说话，我只希望你能越来越多的理解我一些，我们之间减少一些隔阂吧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请关门啊！我们来看看啊，他们能不能通过老师的这些讲话，有一些新的想法？请开门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前男友聊天，我们吵过架，还差点闹离婚。后面呢，和好之后，他就把前男友删了。可是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，他竟然主动又去找他聊天，还想删了记录。我老婆平时对我也挺好的，但现在他这样出尔反尔，我该怎么办？首先呢，我并不赞成这位妻子出尔反尔和前男友聊天，对丈夫不够坦诚。但如果丈夫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我劝你要好好的问一下自己的妻子，为什么一再找前男友聊天？真正找到你们生活的痛点，才能解决问题。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2360630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